如今美国正在向着更深的深渊滑落，美国政府发动的制裁是越来越没有杀伤力了，所以台湾当局丢光所有的邦交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民。这一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美洲国家为什么纷纷转向中国，美国说话越来越不管用了。尼加拉瓜与中国建交，台湾当局是狼狈不堪，美国也恼羞成怒，不但公开指责尼加拉瓜，还拼命地阻止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但是美国对拉美国家一向傲慢无礼啊，不但从经济上掠夺压榨，还从政治上制裁侵害颠覆，拉美国家纷纷向中国靠拢，这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呢，台湾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一共还有8个所谓的邦交国，占了台湾所谓邦交国的一多半。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讨论过之所以会发生这么集中的情况，主要是美国对中南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比较严他完全把它当作自己的后院。这些国家自身的政治呢又不成熟，所以很容易就在美国的操纵之下成了台湾的邦交国。这些国家都很小，危地马拉算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有1600多万人口，最小的一个叫圣基次和尼维斯，一共只有57000人，可能还没有我们一个住宅小区的人多。这些国家虽然在国际上影响力很小很小，但是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跟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既然关系密切，那为什么美国总是要找他们的麻烦呢？其实美国并不是找所有台湾所谓邦交国的麻烦，有些国家一共只有几十万100多万人口，他们甚至都算不上农业国，只能靠自己的中南美洲海岛风情来吸引美国欧洲的这游客。比如说圣卢西亚、圣基次和尼维斯，从美国来的旅游者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在外交上当然采取美国说啥就是啥的立场了。新冠疫情导致美国的游客大幅度的减少，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成了沉重的打击。比如圣基次和尼维斯去年的 GDP 就下跌了 16.9%。 不过但凡是依靠出口产业吃饭的国家都不会盲目的跟着美国走。中美洲国家的气候呢比较特殊，适合种植热带水果、咖啡豆、可可之类的经济作物。以前我们中国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他们当然主要依靠美国的市场了，中国的影响力距离他们太远了，要求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有很高的觉悟也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购买力是越来越强。我们可以搞个简单的计算中国现在14亿人，就算其中的零头也是4亿人。成年人每天喝咖啡，儿童每天吃香蕉和巧克力的，就是一个比美国还大的市场。人都是要吃饭的，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拉美国家能不在乎中国的想法呢？我们就拿2018年才跟中国建交的萨尔瓦多作为例子。2018年之前呢，双边贸易也就是7、8亿美元的样子，建交之后立刻就上升了10亿美元以上规模。到了2021年，仅仅是前8个月的贸易就超过了11亿美元。如果一个国家和中国没什么外交关系，要想开发中国市场，那肯定是很困难的。无论是货物往来还是人员往来，连手续都没地方去办呢。那么这些国家会在外交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拉美国家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危地马拉就是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国家。危地马拉政府受到美国的严密控制和操纵，曾经在1970年的联大上表态反对恢复中国的席位。此后这个国家一直和台湾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但是危地马拉只不过是为了找台湾要钱而已，要不到钱就可能要闹事儿。就在12月13号，危地马拉的总统贾马特忽然对媒体表示，自己和台湾关系很好，一定不会和大陆建交。这份态度非常突然，很不正常。考虑到危地马拉经济在疫情当中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很显然是在向台湾当局要钱。正如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分析过的，拉美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很难有政治远见，也很难做长远的打算。他们的决策往往是服从于短期利益。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当局，如今连短期的利益都没有办法满足拉美国家的要求了。
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和美国的实力衰退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如今美国正在向着更深的深渊滑落，美国政府发动的制裁是越来越没有杀伤力了，所以台湾当局丢光所有的邦交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